中国那个曾经以高储蓄率闻名世界的国家，如今却在悄然变成一个全民负债的国度。震撼人心的现实是，截至2025年第二季度，中国人均负债高达13万元人民币。13万是什么概念？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4年人均可支配收入4.26万元来算，一个普通家庭不吃不喝，要3年时间才能还清账面上的债。可怕的是，这还只是平均数，真正背上沉重债务枷锁的，多数是城市年轻人和中产家庭。从储蓄大国到负债大国，钱到底花到哪里去了？如果要找一个全民负债的标志性指标，那就是居民杠杆率。2008年，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只有 18%， 彼时全世界都惊叹于中国人爱存钱的传统。可到2024年底，这个数字已经飙升至 62.8%， 短短16年上升了 44.8个百分点。要知道，美国、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走到这一步用了足足几十年，而中国只用了1代人的时间。速度快到什么程度？有人形容中国居民负债增长的曲线就像一辆失控的高铁，疯狂提速，却根本来不及刹车。债务的最主要来源毫无疑问是房子。央行数据显示，截至2025年6月，中国住户部门贷款余额高达 76.9 万亿元，其中住房贷款就占了 52.6 万亿元，高达总额的 68.4%。北京的房价就是最刺眼的案例，2024年平均房价每平米 6.5 万元，一套100平米的普通住宅总价650万。而北京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呢，只有 8.9 万元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一个北京家庭哪怕不吃不喝，要73年才能全款买房。国际上普遍认为，房价收入比超过9就很危险，而北京的比值直接突破了73。这不是买房，这是卖命。房子背了一身债，孩子也要继续掏空家庭钱包。2024年的数据显示，中国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高达 17.6%， 而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值只有 4.3%。从幼儿园到大学，从课外辅导班到留学，中国父母们几乎在裸奔似的把所有积蓄往孩子身上砸。一份来自某教育机构的调查显示，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，平均总花费约 103.5 万元。而这还没算上出国留学。换句话说，一个孩子就是一套看不见的房贷。更可怕的是，人口老龄化正在让医疗支出成为另一个债务黑洞。截至2025年上半年，中国65岁以上人口已达 2.77 亿，占总人口的 19.8%。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更让人揪心，2024年中国人均医疗保健支出5230元，同比增长 12.3%。在3甲医院排队看病，动辄上万元的检查费、手术费，已经成为很多家庭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尤其对于慢性病、癌症患者家庭，债务几乎是必然的结果。除了刚性支出，年轻人超前消费的浪潮更是推波助澜。央行数据显示，2025年6月末，中国信用卡和消费贷款余额已达到 9.8 万亿元，同比增长 15.7%。同时，互联网消费金融用户规模更是达到 5.9 亿人，也就是说，每2个中国人里就有1个背着网贷、花呗或信用卡分期。更触目惊心的是，一项2025年初的调查显示，25至35岁人群的负债率高达 78.3%， 其中超过1半的年轻人存在多头借贷。一句话总结，年轻人不是在赚钱，而是在给银行和金融机构打工。债务疯狂膨胀，但收入呢？2024年，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只有 3.2%，
而2015至2019年，这个数字长期保持在6%以上。收入停滞，债务却加倍，这意味着什么？居民部门债务收入比从2015年的80.3%飙升至2024年的129.5%。一句话的工资根本跑不过债务利息，越还越穷。疫情后的几年，更是让很多家庭被迫走上了负债的道路。2024年的一项家庭财务状况调查显示，17.3%的家庭因疫情收入减少，29.6%的家庭因此增加了负债。换句话说，很多人不是想借钱，而是不得不借钱。这就是全民负债的残酷现实，不是你想过高配生活，而是你连低配生活都要靠借债来维持。中国人均负债13万，这个数字还掩盖了巨大的地区差异。2024年数据显示，上海居民人均负债高达23.7万元，而甘肃省只有5.1万元，前者是后者的4.6倍。原因很简单，一线城市房价太高，普通人只能负债。而在中西部，收入本来就低，很多人甚至根本没资格去贷款。换句话说，有钱人敢借钱，穷人连借钱的机会都没有。和国际对比，更能凸显中国的危险。发达国家的居民负债率上升，是几十年缓慢累积的结果。但中国呢？仅仅用了15年，就完成了别人几十年的过程。更可怕的是，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远不如发达国家健全，一旦失业、患病，几乎没有兜底。这种情况下的负债，就像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定时炸弹。冰冷的数据背后，其实都是一个个普通家庭的悲剧。有人背着房贷不敢失业，有人为了孩子教育砸光积蓄，有人因为一场大病全家债台高筑，有人沉迷消费贷，陷入恶性循环。从储蓄大国到全民负债，这场转变只用了一代人。而真正的问题是，当债务已经压得所有人喘不过气时，中国经济还在往前狂奔，能跑到哪一步？会不会突然倒塌？如果说人均负债13万只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，那么在现实生活中，它早已化作每个家庭的窒息感。一线城市年轻人最熟悉的不是奋斗的激情，而是月供焦虑。以深圳为例，2025年房价依然高企，均价约为每平米6.2万元。一套90平米的刚需住宅，总价接近560万元。假设夫妻2人首付30%，还需贷款约390万元。按照30年期贷款，年利率4%计算，每月月供高达1.86万元。问题来了，深圳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仅为9.5万元，一个家庭年收入不到20万，却要拿出22万还月供。更讽刺的是，这已经是较低利率的情况下。于是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得不选择房奴人生，为了房子不敢生孩子，不敢换工作，甚至不敢生病。在中国，中产家庭的教育焦虑比谁都严重。中国家庭教育支出报告2024显示，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，平均总支出高达103.5万元。如果选择出国留学，本科4年动辄200万起步。更可怕的是，教育开销正在迅速吞噬家庭收入。根据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调研，北京、上海等一线城市，中产家庭教育支出占比高达30%，几乎相当于一份隐形房贷。于是，家长们陷入了一个死循环，为了孩子的未来，不惜贷款补习；为了补习，又不得不加班赚钱；为了赚钱，只能牺牲陪伴。最后，孩子和父母一起陷入焦虑的漩涡。中国65岁以上人口在2025年已达2.77亿，几乎是一个超级老龄社会。而老龄化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家庭医疗开销成了压不住的水涨船高。2024年，中国人均医疗保健支出
达到5230元，同比增长12.3%。如果家里有人患癌，治疗费用往往在30万到50万元之间，重症治疗则可能突破100万。现实中，很多家庭的财富积累就是被一场大病瞬间摧毁。中国医保覆盖率虽高，但报销比例低，药品自费多，优质医疗资源稀缺，让大病家庭仍旧随时可能破产。如果说上一代人存钱是为了养老、买房，给孩子留点底气，那么今天的年轻人更多的是在借钱过日子。央行数据显示，截至2025年6月，信用卡与消费贷款余额高达9.8万亿元，同比增长15.7%。一份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调查显示，25至35岁人群负债率高达78.3%，52.6%的年轻人存在多头借贷，人均信用卡欠款超过2万元。换句话说，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手里只有几千块积蓄，却可能背着几万甚至几十万的债务。他们的日常生活是这样的：买手机分期，旅游分期，连点外卖都可以用信用支付。到了发工资的日子，一半的钱先还信用卡，另一半的钱再养活自己。有人调侃中国年轻人不是在生活，而是在负债式生存。家庭负债只是冰山一角，更大的隐患来自政府与企业。根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NIFD 2025年2季度报告，中国宏观杠杆率首次突破300%，其中居民部门杠杆率62.8%，政府部门杠杆率70.4%，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167.2%。最要命的是，企业债务中相当一部分流向了低效投资，比如新能源车、光伏、半导体，表面上是高科技，实际上却出现了严重的过剩和内卷。举个例子，2025年上半年，中国新能源车产能利用率不足60%，而已有超过20家车企宣布裁员或停产。钱投出去了，产能建起来了，但没有市场需求，债务却成了死账。最讽刺的数字是，2025年2季度，中国名义 GDP 增速仅3.9%，但居民负债却继续狂飙。名义 GDP 按市场价格计算增长慢于实际 GDP 扣除通胀，意味着企业赚不到钱，居民收入上不去，但债务的雪球却越滚越大。这就是学者口中的鸡飞蛋打借钱投资，本以为能借鸡下蛋，结果不仅没下蛋，连鸡也没了。政府想通过消费拉动经济，但问题是，房贷吃掉了收入一半，教育、医疗支出越来越高，年轻人靠信用卡活着，老年人不敢花钱，因为要留着养老、治病。于是，居民的钱全都锁死在房子和债务里，消费意愿极低。数据显示，2025年上半年，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占 GDP 比重仅38.4%，不仅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约60%，甚至比印度还低。短短20年，中国从全球储蓄率最高的国家变成了全民负债的国度。钱花在哪了？答案很残酷，花在了房子上，锁死了3代人的现金流；花在了教育上，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焦虑的补习班；花在了医疗上，成为一个个家庭的灾难开支；花在了无效投资上，换来的是产能过剩与企业内卷。这是一场全民参与的金融困局。人均负债13万只是一个平均值，背后有人背着100万房贷，有人欠着几万网贷，有人甚至已经破产。